欢迎收看悬空客栈，我是瑞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在人生面临重大抉择的时候，曾经做过很不一般的梦？我曾经做过7个这样的禅梦。今天要说的是过3关。梦的开始是一片凄艳的天空，忽然间，我听见广播筒传来一声巨响，然后广播筒大声的呼叫：特种部队集合，特种部队集合。然后是部队中的人一个个从宿舍向外奔跑，而我竟然还在宿舍的衣橱里找帽子，然后慌忙的从地上捡起帽子，同时我知道自己集合迟到了。我跑进操场，看见有5个人一动不动，笔直地立正在一个广播筒旁边。等我入列后，广播筒说：你们6个是精选出来特殊任务部队，过得了3关才有资格去执行重大任务。第1关，海啸。你们如果能在5分钟之内逃过这个海啸，不被它卷走，就算过关。规则是跑的时候不能睁开眼睛。刹那间，操场变成了大海边，不远处传来恐怖的海啸声，而我们6个闭上眼转身就跑。由于太害怕了，我忽然睁开眼睛，看见我们6个变成了6副骸骨在跑。我们拼命的跑，像车速一样快。我看见自己全身泛着红光，连肉都看不见了。我也不知道自己死了没有。眼前忽然一黑，又看见了操场和喇叭筒。广播说：恭喜你通过第1关。第2关，悬崖，跳下去不死就过关。这时，我看见自己正站在一个深不见底的悬崖峭壁边上。我朝深谷边缘看下去，觉得好可怕。这时我抬头问：可以放弃吗，长官？广播筒说：可以。我庆幸的马上转身要走。这一转身，我发现面前是一片无垠的沙漠。回头走的话，还得穿过这沙漠戈壁哦。于是我开始回想着自己的一生，不禁悲从中来。人生何尝不是进退两难呢？悬崖峭壁和沙漠都没有胜算，与其在沙漠里被烤死，不如摔死了之。我想到此处横竖都是死，就赌一把吧。我倒吸一口气，纵身一跳，坠落途中，我想看这世界最后一眼的时候，惊鸿一瞥之际，忽然看见对崖峭壁上的石墙在震动，那里有3尊佛像，眼看就要倒了。未料就在我着地前的一瞬间，石像先一步落地，碎为一地尘沙。我刚好掉在了软软的沙上。当我正庆幸自己没摔死的时候，场景又变了。我又回到了操场，这下是黑夜。广播筒出声道：恭喜你通过了第2关。第3关，拿好老先生给你的火罐，他要送你上天。你必须在15分钟之内学会留在天上。我心想，不死才怪。于是我问广播筒：请问过关后要进行的任务是什么？广播筒回答说：赴死的任务。我问：为什么只给15分钟？广播筒说：火药只有15分钟燃烧的量。我又问：烧完怎么办？
广播回答说：摔死是你的事。顿时，我像一只冲天炮被发射出去，像一只不会游泳的小狗，在空中做垂死挣扎。眼看着火药燃烧，我根本无法相信自己能学会抵抗地心引力，在15分钟之内。当我正绝望快要摔死的时候，忽然见到一群天人经过。天人看见我，便朝我飞了过来。他们似乎在演示怎么飞的技巧，样子看起来十分轻松。我赶紧仿效他们飞行的姿势，全身放松，心情也放松，同时燃料刚好烧完。忽然我听到一阵号角声响起，我站在军营结训的操场中，有非常多的军官聚集在那里。长官正宣布并颁发着过关的奖项、任命任务。长官唤我出列，为我戴上奖牌。下台后，一位高大英俊的长官对我指派任务说：现在你要去执行重要的任务。你现在走出这个军营，穿过公园，拐进树林，在松树林间有座铁楼梯，上面的工房就是你的任务，你的任务就在那里面。我听后按照指示走出军营，看见公园，穿过公园，看见松树，我内心不由得忐忑起来，不敢想象那是多么可怕的任务，得经过这番通天遁地的考验，才有资格去担任啊！这是什么样的任务啊？我停下脚步，生锈的铁梯和工房到了。我慢慢走上铁梯，生锈的楼梯发出咔啦咔啦的摇晃声。我鼓起12万分的勇气，把门推开。眼前的景象令我惊讶至极。那不正是我家的客厅？80岁的老爸在轮椅上吃饭，小孩和表姐在他旁边，姑妈正从厨房端了一盘菜出来，看我愣在门口，大声道：你到哪里去了？还不快回来吃饭！这个梦按我的解法，第一关要考的是对危险要有迅猛的反应力，至少提前5分钟知道要跑，当然越早越好。第二关信念，第三关是学习力。至于这3种能力是用来干嘛的，相信你会知道。感谢收看玄空客栈，别忘了订阅和分享你的智慧，下回见。